战友们全都死在男人身边，但他不仅没有悲伤，反而露出了笑容，因为整队人里只有他活了下来。而就在刚刚，他们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，士兵们喊着乌拉冲向敌人，但面对敌人精良的火力装备，他们却只是活生生的靶子。上一秒你可能还四肢健全，下一秒就被炸成两截。有士兵被吓到腿软，直接瘫坐在地，他们甚至都不敢朝敌人开枪。而这也是真实战场中士兵的心理，在这里每分每秒都有人牺牲，随处可见的尸体，他们被当成梯子，士兵们直接踩在他的身上翻过铁网，靠着庞大的数量压制，他们冲破了敌人的火力防线。随着一颗手榴弹的爆炸，苏军炸掉了敌人的机枪手，与德军厮杀在一起。在这场战斗中，他们几乎损失了半个连，付出了非常惨烈的代价。他们夺下了阵地，为了应对接下来德军的反攻，中尉向上级请求支援，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让他们坚守，不仅没有支援，如果必要时还需要他们去支援旁边的村庄。好在上级答应给他们派来一挺机枪，可士兵们的心里却很是不爽。德军步步紧逼，他们开始向旁边的村庄发起进攻。上尉让机枪手从侧面开火支援友军，但排长坚决不同意。他觉得这个距离太远，开火只会浪费子弹，而且还会让他们暴露，这让上尉非常生气，再次给他下达命令。作为部下，他只能服从。上尉心里清楚，这样做只是徒劳，但他不想让战士们上去送死，只能用机枪来掩护友军。可很快他们就被发现了，德军启用了高射炮，对着这边的阵地开始轰炸。一顿狂轰滥炸后，苏军的救助站被炮弹击中，里面的14名伤员和卫生员全被炸成碎片。有士兵为了抵挡恐惧，还唱起了家乡的歌曲。等轰炸结束，空中又出现了敌机，苏军全部趴在站好，本以为会对他们展开新一轮的轰炸，但落下来的却是传单。这是德军的招降书，只要拿着传单自愿投降，德军会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。指导员看到后跑了过来，他让所有人不准碰地上的传单，违抗命令的会上军事法庭。面对这样的命令，士兵们都觉得受到了侮辱，他们用自己的命在战斗，却遭到了这样的质疑。因为此事，上头还派来了一名蓝帽子的军官过来督战。军官要求检查所有士兵，看有谁私藏了违禁的传单，但上尉极力反对，他相信自己的部下，如果搜查会让战士们心寒，他却拿军事法庭来压上尉。随后来到一处阵地，军官把战士们当成犯人要进行搜身，却被通讯员一把推开。这个老兵竟从水壶上拔出了一颗子弹，他瞪大眼睛，不禁有些后怕，因为这个水壶刚刚救了他一命，本以为捡回了一条命，可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这里有一个变态军官，他将战士们当成犯人，要对士兵进行搜身，却被通讯员一把推开。眼看是个刺头，军官直接掏出枪，呵斥让他接受检查。这枪口本是指向敌人的，现在却对着自己人，但通讯员毫不示弱，他上前一步，用身体顶住枪口，双方剑拔弩张。上尉见此情况，极力劝阻，通讯员才耻辱地掀开衣服，好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有。军官又开始搜查其他士兵，在一个老兵身上发现了传单，这张纸他本想用来点烟的，但军官却不依不饶，要送他上军事法庭。上尉只好跟上级打去电话，要求放掉自己的士兵，但上级坚持让他先把人交出来，这可把上尉给惹火了。可军官并不吃他这一套，他将士兵带离战场。在穿越封锁线时，军官一条腿被德军的子弹打中，老兵冒险将他拖到弹坑，然后用纱布给他做了包扎，但军官嘴里却骂骂咧咧的，对老兵的救命之恩没有任何感激之情。他毫不客气用枪对着老兵。看着军官恶言相向，老兵让他不要歇了，赶紧走。可腿部受伤，哪里走得了？只能等到天黑出发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等情绪稳定后，军官向老兵透露了自己的心声。他是一个孤儿，是国家收容了他，给了他捍卫法律的工作，谁都得遵循法律。但老兵觉得他这是迂腐。老兵被抓，战士们都很气愤。一个新兵开始抱怨，他来这里是为了保家卫国，但没人想着给他们送补给。即使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饭，他们每天都用命在战斗，上级却把他们当成犯人，竟然送来一个督战的。他觉得苏军对待自己人比对待德军还要残酷，这句话也让大家极为愤怒。一个士兵将他带到地窖，里面竟然全是遇害的村民，足足有200多人，他们甚至连孩子都没有放过，残忍程度不堪而喻。这就是德军犯下的罪行。新兵非常惊恐，眼里饱含泪水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。晚上温度降至零下40度，就连枪栓都被冻住了，战士们已经几天没有进食。
很多人出现了昏厥。指导员过来查岗，他骗大家说援军很快就到了，让他们保持清醒，振作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敌人趁着夜色悄悄潜伏过来，准备偷袭苏军，却被躲在弹坑的老兵发现。他和军官装死躲避德军，敌人就在他们眼前架起了机枪，两人相互对视。老兵拔出绑在腿上的小刀，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。趁其他敌人走远，他悄悄起身，从背后将2个机枪手干掉。注意看，2名士兵正在装死，德军的机枪就架在他们眼前。趁敌人没有注意，他悄悄起身，从背后将2名机枪手干掉，然后端起机枪朝着德军扫射。等敌人反应过来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军官也从敌人身上找到信号枪，向战士们发去信号，人并肩作战。在此刻，他们成了真正的战友。战士们听到传来的动静，都清醒过来，加入了战斗。他们突然发起的反攻，救下了整个部队。但敌人数量太多，苏军只能退回村子里。上尉开始重新部署战场。这时，新兵从地窖的门缝听到了德国军官的交谈，他懂德语，得知他们接下来的作战计划。德军没打算强攻，他们准备用迫击炮轰炸战壕。等新兵跑回去，他把听到的都告诉了上尉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再继续坚守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。到那时，即使有人幸存，也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。为了不让战士们白白牺牲，上尉只能违抗军令，让所有人紧急撤离，只留下自己和其他2人作为掩护。他们大声地笑着，不惧生死，畅谈着给自己送别。没一会儿，天空出现了红色的照明弹，德军开始轰炸战壕，铺天盖地的炮弹。他们被爆炸掩埋，3人中1人被炸死。等敌人靠近，就用机枪招呼。因为撤退及时，大部分士兵成功撤离。而老兵这边，军官不再当他是逃兵，决定将他放掉。Уходи, боец. Ну ты что, я ж арестованный. Уходи, ты сво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скупил, я их задержу. 老兵扶起军官，在回去的路上，他们被埋伏的德军发现，敌人将他们团团围住。警卫员非常害怕，他赶紧掏出藏在身上的传单。За коммунист! Офицер особливого відділу! 军官却愣住了，这是极大的讽刺。他拼命维护的法律，没想到自己部下才是叛徒。德军递给警卫员1把枪，让他杀掉自己的上级。拿着枪，他对着军官，双手不停地颤抖。因为太过害怕，他不敢开枪，最终还是守住了底线，没有杀害自己的同胞。于是他给了自己1枪，退回到总部指挥所，得到了不是慰问和嘉奖，而是上级冰冷的质问：为何他们要擅自撤离，并让所有人重新回到村庄？但上尉却不干了，士兵们已经精疲力竭，这是在让他们送死。看着上尉公然违抗军令，上级没有怪他，将他1人叫到屋里。原来并不是上级铁石心肠，之所以让他们冒死进攻，是要让他们咬住敌人，制造主力突围的假象，让敌人以为他们的主力就在这里。因为苏军的大部队即将从另一个方向发起最后的总攻。此刻他的眼神变得坚定，与上级对视了许久。他们都很清楚，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，但也别无选择。如果整个国家失败了，他们将会亡国灭种。这一刻，为了民族的存亡，他们不再有任何沮丧的情绪。带着疲惫的身躯，士兵们穿过丛林，奔赴到战场，渐渐消失在夜色中。他们没有一个人活下来，为了保卫家园，他们全部牺牲。但这场战役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整个战役中，苏军总参战人数达到了惊人的360万。对于这些士兵来说，他们只不过是数字而已。但为了保家卫国，他们依然选择赴死。每条生命都似乎应该值得被尊重，但面对祖国，个人生死却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